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份与中国有关的问卷调查。今年10月，欧盟出资在欧洲13个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，在德国随机访问了1501个人，误差容忍度为 1.5%。该问卷调查由捷克帕拉茨基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 Sinopharm Borderland 领衔，欧洲多个国家高校研究人员参与。问卷在下列欧洲13个国家进行：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波兰、拉脱维亚、瑞典、塞尔维亚、捷克斯洛伐克。主题是新冠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。问题设计方面包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、中国与其他大国相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，以及新冠危机中作为与问卷参与国的相比。德国这份调查显示，德国人对中国也普遍存在较大的疑虑。德国受访者中对中国整体评价不高，满分为100分，中国得分仅得 35.4， 明显低于英国 51.6、法国 61.6 等欧洲邻国，同时也低于日本的55分，还有台湾的 46.4 分等亚洲民主社会。德国人对美国的评价只有 39.2%， 但是略高于中国。对中国观感，欧洲东部和西部有别。参与问卷的13个国家中，有10个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明显占主导，尤其在西欧和北欧国家，德国、法国、英国还有捷克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尤为负面。拉脱维亚、俄罗斯有近 60% 人，塞尔维亚的民众呢看法最积极。涉及到本国与中国的交往，只有贸易一项，在除英国、法国外的其他国家受到大部分民众的积极评价。受到最负面评价的当然是中国对全球环境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影响，在13个国家中无一例外得到显著差评。所有国家中，仅有少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改善，即便在塞尔维亚持此看法的人也仅有 30%， 俄罗斯为 16%。当被问到本国分别从欧盟、俄罗斯和中国获得抗疫援助，很大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提供了援助，只有瑞典除外。意大利和捷克民众对中国防疫支援的认可度最高。中国旅游者和留学生受欢迎。德国受访者对中国政治家印象不佳，但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人、中国留学生还有旅游者普遍得到积极的评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对德国民众的各项调查情况。现在我们看到是德国人对中国的观感，在这里最红的是非常负面 31.2%， 负面是 30.4%， 然后呢就是不好不坏 19.5%， 正面 14.2%， 非常正面 4.7%。 我们可以看到负面的和非常负面一起 61.6%， 占了差不多2%，对吧？图2就是过去3年中对中国看法的改变，这是德国人的啊。我们可以看到 46.7% 对中国的看法变差了，然后呢没有改变的是 40.2%， 变好了只有 13.1%， 也就是呢总体来说变差了。图4我们看到就是德国人对下列各国受访国家或是地区的观感，我们只要注意这蓝色就可以了。深蓝色就是非常正面，蓝色是正面，黄色就是不好不坏，然后红色呢就是负面，深红色是非常负面。第一个国家是北朝鲜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非常负面和负面占绝大多数，然后就是俄罗斯，非常负面还有负面的大概占了60%多，然后就到中国了，和俄罗斯差不多，而且非常负面要比俄罗斯还要多一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到美国的，接下来就是美国了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除了朝鲜之外，这3个大国，中美俄，非常负面和负面的比例都比较高。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了，也是比较负面的，因为以色列是跟着美国的，所以德国人可能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观感也不是特别高。然后就到印度了，非常负面，还有负面，比例也蛮高的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越南，他把香港和台湾单独列出来，对我来说有点感到惊奇啊，为什么这香港和台湾负面观感也挺高的比例啊？其实
好，然后就是到英国了。像我以前说的一样，对日本的好感度其实还挺高的啊，也差不多一半了，对吧？然后对法国的好感度是超过了60%多，然后只有德国人对自己的对自己好感度，德国人对自己的好感度超过了70%多。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人家一问你"中国"这个词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你最多可以答10个，所以我们看到概率最高的是新冠病毒是最高的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就是呢人口，过量的人口，第三呢就是没有人权，然后下面就是说，比如说产品便宜啊，或者是独裁呀，还有共产主义啊，技术，还有食物等等，在这里有个是压迫、工业，还有在这里呢是仿制品，就是仿冒产品，然后是很大的国家，力量，毛泽东，不喜欢伊斯兰，独生子女，长城，环境问题，在这里就是残酷对待动物，文化，香港等等。但是很明显，一谈到中国的时候，想起新冠病毒。图6就是德国人对以下问题的观感啊，就是说与中国的贸易就是不好不坏，无所谓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投资的观感，大部分是负面的，你看对吧？第三个就是对中国的军力也是非常负面了啊。然后第4个是对"一带一路"的看法，也是比较负面，超过一半是负面的。第5个就是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，也是大部分比较负面，大概70%是负面的。下面一个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民主的影响，也是比较负面的，大概也是70%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图呢，是表示全球霸权的，它列出了4个，一个是欧盟、俄罗斯、美国、中国，蓝色是表示非常强大，淡蓝色是表示强大，绿色表示还算强大，这个黄色就是算不上强大，也算不上弱啊，红色就是非常弱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欧共体的、欧盟的，说强大、非常强大的比较少。那我们看到最强大的吧，是美国，你看蓝色的、深蓝色的，对吧？还有淡蓝色的，加起来已经超过50%，就觉得美国是非常强大一个国家。也就呢，美国从权力来说，它是最强大的，在德国人眼里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强大的是俄罗斯，对吧？俄罗斯在这里它是比较强大，然后淡蓝色的也是俄罗斯。接着第3就中国了，非常强大，然后就是强大，接下来就是欧盟。下图就是关于经济霸权的，也给出了4个，一个是欧盟、俄罗斯、美国、中国，跟上面一样，深蓝色是非常强，然后呢，淡蓝色是强，还算强，不强不弱等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最强大的是凡是中国，你看非常强大，强大还算强大，加起来超过70%的受访的德国人认为呢，中国这经济实力是最强大的。然后就到欧盟了，非常强大，强大还算强大，也接近了60%多。接着就是到美国了，然后再到俄罗斯，是不是有点出乎大家意料？你看看。德国人真的是认为中国是经济实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，然后到欧盟，再到美国。图9就是下面这4个霸权，他们的文化吸引力如何？深蓝色就是非常有吸引力，蓝色是吸引力，绿色呢还算有吸引力，下面黄色跟上面一样，就是呢中性的，不好不坏，对吧？德国因为是欧盟的国家，所以当然是认为欧盟的文化呢最有吸引力了，对吧？这不奇怪。然后很有意思，就是你看就到中国了啊，中国的文化吸引力还是挺高的，超过了40%多，对吧？然后就到美国，最后才到俄罗斯。下面这里是德国人评判这4个霸权人权状况。说到人权状况，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啊。德国人对欧盟它人权状况评价最高，深蓝色是非常好，蓝色是好，绿色还算好，然后呢黄色不好不坏，对吧？最坏的，我们先看最坏的是中国了啊，说中国人权状况好的非常少，对吧？深红色是非常非常差，然后呢红色差，这橘色有点差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70%左右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持负面看法。
然后就到俄罗斯了啊，也超过了60%多，美国也将近50%，然后就到欧盟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德国人对世界的这3个霸权，也就是呢，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，觉得这3个霸权人权状况都不好，其中最不好当然是中国了。这不奇怪，因为跟他们的媒体宣传有非常大的关系，不负面才怪呢。因为每天都说新疆是集中营啊，还有西藏啊文化灭绝，不负面才怪呢。这个图是指下面这4个霸权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有多重要。因为德国在欧盟之内，当然欧盟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深蓝色是非常重要，蓝色呢是重要，然后呢绿色就是有点重要，黄色是无所谓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大概是73%的人认为欧共体对德国的经济发展重要。然后呢就到中国了啊，大概是60%多一点，觉得中国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。然后就是美国，最后才是俄罗斯。下面这个图是德国人认为这4个霸权他们的可信任度如何。深蓝色就是特别值得信任，蓝色信任，绿色还算可以信任，然后呢就是无所谓了。深红色是非常不可信任，红色是不可信任，下面橘色呢是不太可信任。很明显的，中国是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可信任的，超过60%多。然后就到俄罗斯了。让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，竟然超过50%的德国人认为美国不可信任。接下来是德国对中国的对外政策，就是德国人认为这对外政策要跟谁走得更近一些。德国人认为对外政策当然要跟欧盟紧紧绑在一起，然后呢是美国也超过50%，俄罗斯差不多50%，中国也接近50%。也就很明显，他们肯定要跟欧盟在一起，对吧？下面这个问题是德国应该跟哪一个国家进行5G 的建设？欧盟的占绝大多数70%，然后是要跟日本的差不多50%，或者是跟韩国的30%多，跟美国的超过30%，然后跟中国呢只有30%多一点点。在这里我感到奇怪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德国人选美国呢？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自己5G 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图，是德国对外交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什么？它一共列出了这几项，最上面的是最重要的啊。第一项呢，就是认为气候、流行病和反恐方面应该与中国进行合作。第二个就是应该与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改革方面进行合作。第3个呢是网络安全方面。第4个呢是知识产权。第5个，下面一个呢是贸易和投资。最后一个呢是防止中国地缘政治扩张。防止中国地缘政治扩张对德国来说是最不重要的。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你认为在对华关系中维护人权会给德国带来经济代价吗？红色就是非常高的经济代价，黄色呢是有些经济代价，蓝色是没有经济代价，这灰色是不懂得。所以可以看到啊，德国人认为呢会付出经济代价是占绝大多数。这个问题与刚才那个也有关联，你是否同意或者不同意德国优先考虑以下问题？优先考虑处理与中国人权问题，哪怕付出经济成本。蓝色呢是非常同意的，哪怕付出经济代价啊。然后呢淡蓝色是同意，绿色呢是有些同意，黄色是无所谓，深红色是非常不同意，不同意，有些不同意。德国对人权问题看得非常重，即使付出经济代价也要与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讨论。可以看到啊，应该是40%左右。德国应该推行自己的对华战略，还是与欧盟一道？蓝色表示德国应该追随欧盟的对中国的政策，黄色表示德国应该领导欧盟的对中国政策，红色表示德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中国政策，这个灰色表示呢不知道。下面是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，下面哪些国家给予了德国帮助？欧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，或是给予了一些帮助，或者是不知道无所谓。红色的深红色是根本没有帮助，或者是没什么帮助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最没有帮助呢是美国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俄罗斯，然后就到中国了。给予了一些帮助的反而呢，你看看有20%多，还算不错了啊。
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德国人对新冠病毒的看法。最主要的就是有9%的德国人认为呢，是2019年的时候美国军队带到中国去的。然后就是有差不多24%的德国人认为呢，是中国人呢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，然后呢恶意往外散布的。下面这里是从动物往人类身上跳过去的，然后呢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还有吃蝙蝠这样感染的。这个是由于新冠病毒，中国国计民生得到了改善。这个是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，中国经济得到好处。接下来这个图是德国各个党派的人他对中国的看法。这个 CDU 是基督教民主联盟，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党派。然后是绿党，是一个比较左派的党啊。然后呢是社民党 SPD 是社民党。然后呢是德国选择党，这是一个比较右翼的党。这是左党，它是左派的。它的前身有一些共产党员在里面啊。接下来是 FDP 呢是社民党。前2天我做一个节目是老曼自由基金的，它是跟这个党有关的。它就是关闭了香港的办事处之后呢，搬到台湾去了，就是那个。估计呢可能在后面呢支持了香港的所谓民主运动。下面就是 CSU 是基社盟，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意思，它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党派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深蓝色是非常正面，然后呢淡蓝色正面，黄色是不好不坏，红色深红色是非常负面，红色是负面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，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中国没有好感。深红色很多人，红色很多人。对中国最有好感的，其实他好感度也不高，就是左党，但是也只有40%多有好感，对吧？然后呢是德国选择党有差不多40%对中国有好感。好感度最低的就是这个 CSU， 然后就是这个社民党了。好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民调就到这里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跟我以前在我其他节目里面说的一样，对吧？德国人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观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负面的，不管你是从政治啊、经济还是其他方面来说，都是一样。好，那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